全球华语摩课室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核心系统分析的课程。这节课我们请到 ARM 公司的行销主管曾志光曾副总，针对物联网领域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做回答。那么接着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夜师访谈喽。副总台你好，我们是台湾科技大学的学生，然后我们今天要访问是因为那个摩课室计划，它有一个夜市访谈，那我们主题是物联网，想请教一下你们贵公司如何看待物联网，以及对贵公司有怎么样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很好哈，因为其实物联网已经谈了很久，那物联网在这几年也是方兴未艾。那物联网虽然大家讲了很久，但它真正起飞大概是从去年底开始。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物联网它要万物联网嘛。那所以举例来讲，今天你买手机很容易，但是你要把所有的这些物联的这些装置放到，不管是放到灯泡里面，放到汽车上，放到图网里面去做图16侦测器等，它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布局这样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网络。好，所以基本上我们看物联网，它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产业。好，那当然我们公司在物联网上面的布局，包括在 CPU 的硬体，包括在软体的服务上面，我们都有相当的布局。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讲，我想物联网对我们来讲以及我们的客人都是有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那你目前业界对物联网开发平台的需求可能会有哪些？好，我再把物联网这个主题再讲得更深入一点。好，物联网它的开发平台会需要哪些东西？第一个就是它需要一个你可以让这些开发者可以 programming 的一个硬体。可能上面通常会搭配一颗像是 Cortex M 系列的 MCU， 所以可以让使用者可以在上面编写程式。举例来讲，可能它放一个像现在我们在觉得这边温度可能太低，那假设说我能够在这边放一个温度感测器的话，那这颗 CPU 发现温度这么低，然后我们会觉得不舒服的状况之下，它可能就是回到电脑把它稍微调高一点，它就比较能够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设施。所以会有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会有 CPU， 第二个呢通常会有 sensor。刚才我讲可能是一个可能温度的 sensor， 有可能是一个 light sensor。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它的侦测这边没有人，它就自动把灯关掉。当你走近，它看到你，它就把灯打开。所以它可能会有 sensor。那加上说，我刚才提到嘛，就是说它可能把这个 sensor 能够把这个 device 放在一个举例来讲我们头顶上的一个装置。那它如果要让它更简易的一个施工或施作的话，那它需要一个 wireless 的一个 connection。这 wireless connection 可能是 WiFi， 可能是 Bluetooth， 也有可能是 LoRa。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架构。那通常再搭配一颗电池，就让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物联网的 device 它可以工作。所以很简单，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在重复 sensor， 一个 MCU， 那一个还有这个 wireless 的一个 module 或者 connection， 再加上个电池，这样就组成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物联网的 building block。那请问一下，贵公司针对物联网应用开发的产品跟特性分别是？好，我刚才有提到，就是物联网的几个 building block 嘛。那当然 ARM 最熟知就是它 ARM 的 CPU， 像是 ARM Cortex M 系列的 CPU， 基本上每一颗 CPU 都可以拿来做物联网的一个装置，所以包括 Cortex M0、M3、M4 或者 M0 Plus， 还有 M23、M33， 这些都是。所以这些 CPU 都可以让我们的客人把它整在他的 SoC 里面，或者他的 MCU 或他的一个这个子系统里面，让他的客人能够很轻易的去使用这颗 MCU 去开发、去 program 他的一个他想要达到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特性的一个程式。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刚才提到所谓物联网，当然假设说我们要做物联网，举例来讲，我刚才讲的，不管是温度感测器或是这个防盗器好了，那它不可能只布局一个点。举例来讲，像我们
这栋大楼，它光门窗可能就是50个以上。所以假设我在布这个举例来讲，防盗侦测器好了，就 break-in sensor 好，或是我的 door sensor 好了，那我一定是做大量的布局。所以我在做这样大量的布局的时候，有几个重点。好，第一个我刚才提到什么？要 wireless connection。好，所以 ARM 在 wireless 的 IP 啊，我们有做布局，包括做 Bluetooth 的一个Bluetooth 的 low energy 的一个 connectivity IP， 以及在 Narrowband IoT 的 connectivity IP 这边也都我们在不管是在 Silicon IP 以及在软体的 IP， 好，这个 protocol stack 我们都有提供，让我们的客户可以很轻易的拿 MCU 加上 connectivity 这一块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把自己的 building block 整进去，然后很快的把东西推到市场上。好，所以在这一块是属于就是属于 IP 的，在 IP 这一块。另外在服务这一块，再想一想，各位，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么多的点把它布局在这整个大楼，这一层或整个大楼，或是好几个大楼，那我们是要做什么管理？我要怎么知道？我要知道说，这一个 device 它的目前电池的电量剩下多少，以及说我要知道说，目前来讲，我这个 sensor 那到底这层楼里面有哪些侦测到温度过低，哪些温度过高？好，那我是不是要做管理？所以我们在软体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部门，我们提供相关的软体，能够去管理这些物联网的一个 end device， 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使用者在做设计的时候，能够更方便、更快速将产品推到市场上。请问比较贵公司产品与其他相同类型公司同公司有不同类型的产品，或是不同公司的物联网产品，不同之处，还有在物联网应用的优势。好 ，OK， 举个例来讲，我刚才有提到 CPU 嘛，那 CPU 各位所熟知的ARM 的 CPU 有分 A 系列、R 系列，还有 M 系列。所以我刚才提到是 M 系列这一块最常用在物联网，为什么？因为它的电池可能是像是这个水银电池、纽扣电池，它只有600 mAh，所以它的电量很小。但是呢，因为它支撑的这个物联网 device 可能1年、2年甚至5年，所以用 M 系列它这么低供电耗的一个 CPU 是非常实用的。但是呢，现在物联网有些人扩大解释说，车联网，你汽车里面可能也会也把它看成是物联网的一部分，像这一类的CPU 就可能用到 Cortex A 系列，可能上面装的可能是 Linux 或者 Android 的系统，也有可能是用的是 Cortex R 系列，上面装的可能是不管是 FreeRTOS 或是 QNX 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所以A 跟 R 系列这一边的一个 CPU 比较，就像我刚才提到，可能会用车联网，或者是说它的电池比较大颗的这种物联网的系统上。但 M 系列呢，它就用在电池很小颗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上。所以这就是跟我们公司自己的其他 CPU 比较。那的确也有人把不管是 Cortex A 系列或是 R 系列，把它放在车联网这一类这一系列的一个应用上。好，那你在提到说我们的公司产品跟其他公司的来做一个比较，好，这基本上很简单，就是说像你举例来讲，你现在假设你拿到一个STMicron 的这些Cortex M3的一个MCU， 你要做 program 基本上很简单，因为在网络上很多相关的一个都是 ARM-based 的一个 software， 你很快就可以 port 上去。好，所以它在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相容性，让我们的客人以及我们客人的客人在做使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好，所以我们做区别，并不是说我的东西到底它比别人小多少，耗电多少，而不是我们基本上是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跟服务给我们的客人，让我们的客人能够尽快的把它的 IC、它的系统产品推到市场上，那这样才能够达成 win-win-win 的这样一个目的。好，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不同。那接续上面的问题，物联网对贵公司所带来科技趋势以及未来的开发的贵公司对这个开发的方向是什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问题点，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需要物联网？因为物联网，去举例来讲，我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温度感测器也好，或是光源感测器也好，它都是能够帮助
我们去针对目前的环境去做优化，不管是省电，或是说能够提供舒适的温度给我们。那在这样的一个在这个状况之下，在各位在想象，当你把这些物联网装置布局到这一层楼，或者是这一整个大楼，到这附近的大楼来讲，你就能够透过这些资料怎么样去做收集，说哦，原来其实我们最适合的温度，举例来讲，可能是25.5度或者25.58度，然后你就能够去针对举例来讲，可能在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期去做调整。好，所以这样能够达成什么？省电，好，能够把这个生产力提高。好，所以这我们能够带去，就是说，由这些我们称为叫 little data 的透过这物联网把它收集到后端，变成什么 big data， 然后再做分析。好，然后呢，后面再有这个物联网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引擎去做一个调试，说哦，慢慢去学习到说，在台湾一年四季，举例来讲，在内湖天气要怎么样做气温的调控最适合。在 before 可能你在开始进到这个房间之前，我们以前都是先按或者22度、25度，但是以后不用，因为透过它一年四季的调节之后，它知道说哦，这个时候外面天气是怎么样，然后不管是温度、湿度以及甚至是这个雾霾程度来做一个调节，所以你走进来就最舒服的一个这个感觉的情况。所以对于这科技趋势来讲，就是说，你虽然看起来是物联网，但是事实上它后面所连接的是什么 ？Big Data 是 AI， 是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从我们未来开发的一个方向，除了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个在这个不管 CPU 或是在这个服务，在软体服务这一块，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带到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跟 AI 的一个场景上来。好，所以这个趋势我们是这样看的。好，了解。那台湾的厂商在物联网的应用开发上所具备的优势 ？OK， 好，台湾在物联网的应用开发上其实有很强的优势，就是说，我们能够第一个，我们拥有很大的一个客户群。好，那我们不管是做客制化产品，像是研华，好，他们的可能每个客户的量并不大，但是他的客人很多，或是大到像鸿海，他就几个大客人，但他量超大，所以台湾基本上它是在一个水平的两端都有很强的一个客人跟这个厂商在这边做开发，所以呢，在物联网一开始一定是少量多样，好，因为什么？因为它会有各式各样的感测器，我刚才讲了，可能是温度、光源，甚至 pH， 或者是 breaking sensor， 或者是很多奇奇怪怪的应用。好，那一开始一定是少量多样，但是呢，经过了5到10年之后，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你会知道说哪些的一个产品它能够 scale， 所以就需要有这种能够快速的制造的一个厂商能够开始接棒演出。所以台湾在物联网的应用开发上的优势基本上非常的强，而且呢，台湾我刚才讲的是像 OEM 的公司，像是系统，像是 IC 设计公司也是一样，有从小的人，可能小家了大概5到10个人这种 IC 设计公司，有到大家像联发科这种客人，好，所以基本上台湾厂商在物联网上面有极大的一个优势，好，因为我们很灵活，我们能够很快的能够知道客户的需求，然后把它做成产品，然后快速的将产品推到市场上，所以台湾必须要继续的保持这样的弹性跟优势，才能够继续保在市场上领先的一个地位。好，那贵公司主要是在做技术开发，是。那是贵公司如何将技术安全的转移给其他的公司？好，所以我们在做你第一个你要先了解。ARM 是作为一个 IP 授权的公司，所以我们将 IP 授权给我们的客人，好，那然后呢，他将我们的 IP 把它就是纳到他的设计里面之后，然后整合出一颗 IC， 然后推到市场上。所以我们在做技术转移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客户一个 secure 的一个 login，
让它能够 login 到我们的 server， 将我们的产品下载到他们的 secure 的 server 上。所以，但是呢，你会觉得那很简单哈，好像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去弄个 server 来下载，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客户要求说，我要使用这台机器去下载，好，我们的工程师会到现场去看看他的这个机器的的 firewall 是有没有建好，它 security 的 level 到什么样的等级。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我们叫做 security audit 之后，然后才会说好 ，OK， 那这个客户符合IT 安全上的一个资格，所以可以让它安全的下载。好，那我们一样，基本上我们是做 IP 授权的公司，我们也会尊重以及相信我们的客人会尊重我们的这些智慧财产权，要去尽全力去保护这些。所以说，我们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在过去的20多年，在全世界都用同样一套机制授权给不管是大陆客人、台湾客人、美国客人。好，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那我们也会在安全上的一个把关，会慢慢的把这个安全标准越拉越高，好，确保我们的我们的公司的这个技术不会被盗取出去。好，了解。副总还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问题吗？没有，你的问题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写得相当的comprehensive。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谢谢副总接受我们的那个采访。好，谢谢。谢谢曾副总接受我们摩克斯课程的访谈。在课程的最后，我们邀请曾副总带我们参观 安谋科技位于内湖的公司内部环境。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接下来请副总为我们介绍一下那个阿姆公司的环境。好，首先我们来到这个就是一个这是我们咖啡区啊。那在这边有 WNF 最高级的咖啡机，那这个是在这个跟 7-Eleven 一样等级的一个咖啡机。那只要在上班时间，同时可以无限制的取用。好，那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算是公用桌，那这个地方有零食啊，有水果啊，也是任意取用。在这边一样是泡茶区啊，这边有茶包。那在这边有葡萄酒，不要18岁了没，不适合喝酒。那在这边有饮料区，一样是让同事就是免费取用。那在这边，如果你能够近一点的话，这边有包括泡面啊，科学面啊，有这个乐事啊，奇多啊，这个让同事就是无限制的取用。那在这个地方是 Air Hockey， 那不管是上班下班时间，其实只要同事觉得他想要觉得要 relax， 他都可以来学习玩的。那这边是飞镖区，那按钮在后面，那所以只要就两个同事之间想比赛的话就可以。那在这边是电动玩具区，这边有 PS4， 那只要就是想要 refresh 一下就可以来这边来玩。那在这个地方算是我们的公众区，那这是我们同事的小孩，上班时间还可以带小朋友来公司来写功课。那这个地方，如果你靠近的话，可以来这边照一下，可以绕过来。这个是按摩椅，是 Ocean 最高档的天文按摩椅，大家同学可以来体验一下。然后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往后照的话，这个地方有个萤幕你可以拉下来那这边做一个会议。那这个地方是算是这边是户外的一个阳台所以有时候当天气很舒服的时候，可以就来这边走一走、散散步。我这边环境很好还可以带小孩。好，那我们谢谢副总，谢谢。不客气。